我相信以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不会那么做的。若是他们真的难为楚风的话，我们立刻就走。我南宫崖日后也不与他们来往。南宫崖说道。没事的，走吧。楚风依旧从容一笑，不以为然。随后，在南宫崖的引路下，楚风等人来到了一座异常繁华的领地，因为这座领地乃是南宫地族大皇子南宫天龙的领地。此刻，南宫崖显得颇为兴奋，显然他很希望楚风能与南宫地族的皇子们成为朋友。但是南宫百合却是一脸的担忧，他与南宫崖不一样，从小就不受皇子们的待见，在他看来，南宫地族的皇子太过高傲自大，都不是什么好人。而进入领地后，南宫崖倒是轻车熟路，径直的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大殿前。此刻大殿殿门敞开，没有进入大殿，楚风就能够看到大殿内聚集着不少人，那几乎都是南宫地族的小辈。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人修为最弱的都是1品半地，修为最强的乃是一位5品半地。可以说，就算都是南宫地族的小辈，但也都是优秀的小辈。南宫地族果然很强，这么多小辈全部都是半地境，的确远非9世的弟子可比。崖弟，这位就是楚风是吗？待楚风等人进入大殿后，那位5品半地笑眯眯的开口了。这个人位于正座之上，不用人来介绍，楚风也能够猜到他是谁。想必他应该就是南宫地族的太皇子南宫天龙。这南宫天龙的修为很强，与百里星河一样，都是5品半地，不过他却不如百里星河。楚风之所以觉得他不如百里星河，那是因为他的年龄。他虽然也是很大，还不到40岁，乃是30几岁而已，但年龄却比百里星河大得多。所以从天赋上来看，这南宫天龙便不如百里星河，日后的成就怕是也不如百里星河。毕竟百里星河还不只是5品半地，他还是一位蛇纹级黄袍戒灵师。天龙大哥，这便是在仙人岛内救过我与百合还有茉莉的楚风。南宫崖直呼大皇子的名字，显得很是亲密。而楚风也没有猜错，那位开口之人果然就是南宫地族的太皇子南宫天龙。楚风，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南宫天龙的大皇子南宫天龙，这是2皇子南宫天虎，3皇子南宫天师，4公主南宫天凤。随后南宫崖开始为楚风一一引荐。2皇子南宫天虎，他的年龄与百里星河相差不多，不过他的修为却不如百里星河，乃是4品半地。3皇子南宫天师，他则是与南宫崖一样，乃是3品半地。而事实上，整个大殿之内能够达到3品半地的不超过3人，这说明南宫崖在南宫地族内虽然不是皇子，但却也是首屈一指的天才。至于4公主南宫天凤，她的修为则是不如南宫崖，年龄与南宫百合相差不多的她，修为乃是2品半地。但是楚风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几位的修为，而是他们几位的态度，包括那南宫天凤在内，他们兄妹4人对楚风的态度都非常恶劣，不但没有与楚风打招呼，反而竟是轻蔑的冷笑，看着楚风的目光就如同在看一位跳梁小丑。他们根本就没有拿楚风当宾客。如果之前楚风只是怀疑，那么现在他能够确定了，这次的邀请果然是一场鸿门宴，救了你们的命，你们被这样一个废物救命，还真是有辱我南宫地族的名声啊。3皇子南宫天师冷笑道。天师，你说什么呢？怎么能这样说楚风兄弟？听得此话，南宫崖顿时脸就绿了。自认为平时与他们关系还不错的他，真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这样难为楚风。我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楚风，不要与这群乌合之众多谈，我们走。南宫百合一手拉着南宫茉莉，一手去拉住楚风的衣袖，想带楚风离开。放肆！南宫百合，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当我们是什么人？是你能侮辱的吗？南宫地族4公主南宫天凤拍着桌子站起身来，指着南宫百合愤怒的吼道。可以看得出，那南宫天凤对南宫百合有着很深的怨念。换句话说，贵为公主的她看不起南宫百合，一个靠结界之术修整容貌的女子，又凭什么与我这样说话？南宫百合冷笑一声，她竟丝毫不怕南宫天凤。你放屁！本公主天生丽质，何须用结界之术来修改容貌？听南宫百合这样说，南宫天凤气得咬牙切齿。4公主不必否认，你的容貌虽美，但的确不是天生丽质。我为什么这么说？想必你心里也应该明白。楚风开口了，以楚风的眼力，一眼就看出来，这南宫天凤的容颜的确是找戒灵师高手修饰过，他瞒得住别人，却瞒不住楚风。你看，我就说吧，牙哥哥，之前我和你说过，你还不信。我就说这南宫天凤出去走了一圈，怎么忽然就变美了那么多？肯定是找戒灵师整容了。现在楚风都这么说了，你信了吧？见楚风帮他开口说话，南宫百合顿时得意洋洋。百合，少说2句吧。这一刻，南宫崖则是眉头紧皱，与皇子和公主叫板，这可不是聪明的举动，毕竟这里可是南宫天龙的领地。都住口！忽然，那南宫天龙猛然开口，一声怒喝，大殿都是一颤，而所有人也都安静了下来。可见贵为大皇子的南宫天龙还是很有威望的。天龙大哥，若是没事，我们便先告辞了。南宫崖见形势不妙，也想带着楚风就要离开。崖弟弟，先别急着走，我还有事要问楚风。南宫天龙说道。可是南宫崖却没有回头，一手拽着楚风，一手拽着南宫百合，快速的向外走去。忽然，2道身影猛然掠出，随后稳稳地落在了南宫崖的身前，挡在了南宫崖等人的去路。是2皇子南宫天虎与3皇子南宫天师。南宫崖，你真是胆大包天，我大哥与你说话，你听不见吗？南宫天虎冷声说道。崖弟弟是自家人，与他说话客气点。南宫天龙淡淡的笑道。天龙大哥，楚风乃是我朋友，并且真的救过我与百合的命，还望天龙大哥不要难为楚风。南宫崖见走不掉，赶忙回身示力，替楚风求情。崖弟弟，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楚风是客人，我怎么可能难为他？我只是有一件事想问他罢了。南宫天龙看着楚风说道。楚风，
你应该知道，容貌对于女子来说是何其重要。可是你却偏偏侮辱我四妹的长相，你是何居心？不是侮辱，乃是实话实说罢了。楚风回道：实话实说，你凭什么就断定我四妹的容貌做过手脚？南宫天龙问道。只凭我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楚风说道。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就凭你？南宫天凤发出一声冷笑，显然他并不相信。楚风也不废话，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就已散发而出。那金色的结界之力萦绕在楚风周围，不仅绚丽无比，其中更是涌动着如蛇一般的纹路。见到这一幕，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早就听闻楚风是一个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但是但听图说的话，他们并不是很信。今日见到楚风，他们更是不信。但是眼下，楚风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的猜测是错误的。楚风的强大绝不是传言，而是事实。至少楚风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这是一个事实。真是有两下子。但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就能断定四公主动过手脚吗？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名年轻的男子从座位上站起，走了出来。这名男子很是年轻，有着2品半地的修为，长相很是不错，是很受女孩子待见的那种。但是他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邪气。最重要的是，这名男子身穿一件界灵黄袍，那界灵黄袍上也涌动着蛇一样的纹路，显然他的界灵之术比他的修为要引人瞩目。他也是一位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你是谁？也配质疑楚风？楚风可是在仙人岛上获得炼冰仙人认可的人，你凭什么质疑他？南宫百合开口了，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这名男子不是他南宫地族的人。南宫百合，你还真是说对了，这位还真就有资格质疑楚风。怎么得到炼冰仙人的认可就很了不起吗？再了不起，他有与炼冰仙人齐名的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厉害。四公主南宫天凤说道。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听得此话，南宫百合也是眉头紧皱，目光闪烁不安。5只圣徒共有10仙，而这10仙皆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也是5只圣徒。目前为止仅有的10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白眉仙人便在此列。说起来，他还真是与炼冰仙人齐名。而眼前这名年轻男子，若真的是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的话，那可就不容小觑了。真传弟子，顾名思义，那是从小就在龙级界灵师身边长大，由龙级界灵师一手教导修炼之人，他的结界之术必然很强。在下孟小妍，家师正是白眉仙人。就在这时，那孟小妍面带微笑，假惺惺地对南宫百合抱拳施礼，介绍了一下自己。听得此话，莫说南宫百合，就连南宫崖也是眉头一皱，对方还真是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这显然是来者不善啊。这一刻，南宫崖似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南宫天龙他们要让他把楚风请来，显然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但是楚风却是从容不迫，依旧淡定如初，问道：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南宫天凤的容颜没有动过手脚是吗？四公主殿下天生丽质，自然是没有动过手脚的。孟小妍确定道。这南宫天凤的容貌明明动过手脚，你却偏说她没有，这样溜须拍马真的好吗？会不会辱没了你师尊的名声？楚风说道。孟小妍冷然一笑，随后说道：质问我，你有这个资格吗？莫非你是想与我比拼一下结界之术？诸位兄弟，给我南宫崖一个面子，不要难为楚风兄弟可好？然而就在这时，南宫崖却忽然开口。在他开口之时，南宫崖双膝弯曲，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说道：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们有什么事情就冲我南宫崖来吧。南宫兄，你这是做什么？站起来，像个男人，别让我楚风看不起你。见状，楚风赶忙走上前去，想将南宫崖搀扶起来。可是南宫崖却不肯起身，而是笑着对楚风说道：楚风兄，是我南宫崖不好，我应该听百合的妹妹的话，不该带你来这里的，是我对自己太自信了，这一切都应该由我来承担。崖弟弟，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人要说难为楚风啊。南宫天龙淡淡的笑着，我们是没打算难为楚风，可是这楚风却不知好歹，来到这里就对我四妹出言不逊。但是崖弟弟既然已经这般替他求情了，便给他一个机会，不难为于他了。可他胆敢侮辱我四妹，就绝对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要走可以，必须道歉才行。三皇子南宫天师说道。怎么道歉？南宫崖问道。磕头认错。三皇子南宫天师说道。听得此话，南宫崖也是气得脸色大变。磕头认错就算了，毕竟楚风不仅救过崖弟弟的命，还是涟漪请来的客人。就算今日我们不给崖弟弟面子，也总要给涟漪一个面子。楚风，你给我们每个人敬一杯酒，就可以走了。南宫天龙说话间看了孟小妍一眼，而孟小妍则是微微一笑，袖袍轻轻一卷，那桌上的一壶茶以及几个杯子便漂浮而起。随后他掌心一颤，只听砰的一声，茶壶与杯子尽碎，茶水倾洒而出。然而那茶水只是飘荡于半空之上，却并未落在地上。忽然，磅礴的蛇纹级结界之力，如金色的潮水一般，自孟小妍的体内散发而出，笼罩在那散落的茶杯以及飘荡的茶水之上。随后他掌心一合，那结界之力便与粉碎的茶杯融合。随后光芒闪烁之间，茶杯与茶壶不仅恢复原状，就连茶水也是回到茶壶之中。楚风，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相信你也看得出来，我这茶壶是动了手脚的，不是我狂妄。这阵法你若碰了，就算不死，怕也要残废。不要以为你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就能够破的了。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敬茶，但是你对四公主陛下出言不逊，也等于是侮辱3位皇子陛下。依我看，为了保住性命，你还是选择跪地认错吧。孟小妍笑眯眯的道。他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就是公然挑衅，公然的羞辱楚风。要认错，就由我南宫崖来代替楚风吧。南宫崖说话之间，便要替楚风磕头认错。可是还不待南宫崖磕头，楚风便抓住了他，
一脸认真的说道：“南宫兄，你若是再这样，兄弟就做不成了。”听得此话，南宫牙愣在了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作为男人要有担当，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楚风，我自己处理吧。楚风说完这番话，便走向前去，说道：“我楚风敬的茶，可不是想喝就能喝的，真是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想敬都敬不了。”孟小言冷笑道，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便走上前去，看着蕴含着沙阵的茶壶，笑道：“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定然是得到了白眉仙人的真传，我也想看一看白眉仙人的手段究竟多么利奥的。”楚风说话之间，便伸出手，一把握住了那茶壶。然而，楚风刚刚触碰到茶壶，一股狂暴的力量便席卷开来，随后顺着楚风的手掌钻入楚风的体内，想要由内至外将楚风的肉身粉碎。不过楚风岂会被这样的力量摧毁？他早有准备，无形之间已在体内酝酿了防御阵法。顷刻之间，楚风的结界之力纷纷涌出，与那孟小言的结界之力交织在了一处，两股蛇纹级结界之力宛如两波大军，此刻在楚风的体内正面交锋。孟小言所用的阵法使得他的结界之力很是狂暴，就连楚风也要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阵法。不过可惜，孟小言修炼的还不到家，那阵法虽然厉害，可孟小言还并未完全掌握。但是楚风所施展的阵法不仅不弱于孟小言的阵法，还完全的掌握，运用的是如火纯青，这就导致楚风的结界之力很快占据了上风，不仅以势不可挡之势将孟小言的结界之力斩杀，更是很快将其结界之力逼退，冲出楚风的体内，进入那茶壶之中，将那茶壶内的阵法给破开了。眼见着自己布置的阵法被楚风破除，孟小言也是眉头微皱，他显然没有想到楚风的实力会这样强横，比他预想的要强得多。要知道，那可是他孟小言布置的结界阵法，但是他却不知道，莫说是他孟小言，就算是其他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也绝不是楚风的对手。怕是整个五至圣土，如今能在结界之术上胜过楚风的蛇纹级黄袍界灵师都是不多。楚风破开阵法后，楚风便端起茶壶，能将几个茶杯满上了。随后，楚风袖袍一挥，那几个茶杯便纷纷落到了南宫天龙、南宫天虎、南宫天师、南宫天凤的桌上，其中一杯还飞向了孟小言，只不过飞向孟小言的茶杯却是藏有暗劲的雕虫小技。孟小言并未退缩，反而探手去抓住了那茶杯，轻而易举的便将那暗劲化解开来。此刻，南宫天龙使了一个眼色，那挡住去路的南宫天龙与南宫天师才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南宫兄，我们走。而楚风则是一把拉起了那跪在地上的南宫牙，向外走去。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紧随其后。楚风兄，欢迎再来啊！哈哈哈哈！然而，在他们四人离开之际，身后却传来阵阵嘲讽的笑声。而就在这嘲讽中，楚风等人走出了南宫天龙的领地。直到走出领地之后，南宫百合与南宫牙才算松了一口气。楚风兄，都是我不好，是我太高估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了，没想到他们真的会难为你，还是百合妹妹看得透彻。此刻，南宫牙脸上的惭愧之色更浓了。南宫兄，别这么说，若是因为今日之事能够让你看清他们，岂不是更好吗？有些话也许我不方便说，但是作为兄弟，我还是想告诉你，那南宫天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最好少与他们打交道，不然我怕有一日他们会害了你。楚风劝道：“我明白，是我以前糊涂，还真的把他们当亲兄弟相处。”可南宫牙苦笑连连，此刻他有些黯然神伤。毕竟之前他是真的拿南宫天龙他们当兄弟的，现在他发现自己被骗了，被自己当做兄弟的人骗了，那种心痛只有他明白。只是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针对你？你们无怨无仇，今日明明是第一次相见，他们这是为什么？南宫牙很是不理解。为什么？很简单，只因为我帮过你们，只因为我在仙人岛内与外出了风头，风头不仅盖过了北唐地族，还盖过了你们，而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我楚风还不是最强，至少与他们比还很弱小。他们今日叫我前来，本来就没打算与我结交，他们就是要立威。立威不需要有仇有怨，只是要让那些他们觉得有威胁的人臣服于他们，惧怕于他们。楚风说道：“他们真是太过分了，身为皇子和公主，就可以对客人这样无礼吗？我要去找莲姨，让他为我们做主。等我父亲回来，我也要告诉我父亲。牙哥哥，你也要告诉你父亲，让他为你做主。今日之事，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南宫百合气嘟嘟的说道：“算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无所谓的开口：“算了。”楚风怎么能就这么算了？你是我南宫地族的贵客，本不该受到这样的羞辱。南宫百合说道：“百合，我楚风不是南宫地族的人，就算他们不爽，我又能怎样？过几日我拍拍袖子就走了。但是你们不同，你们还要继续在这南宫地族内生活，还是不要与他们闹得太僵为好。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也为你妹妹想想。”楚风看着南宫茉莉说道。听得楚风的话，南宫百合沉默了。的确，对于他来说，南宫茉莉的前途比他还要重要得多。可是你今日得罪了他们，怕是以他们的性格不会放过你。南宫牙说道：“那又如何？追杀我楚风的人不在少数，我不介意多他们几个，但是追杀我楚风，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楚风淡然一笑，随后说道：“走吧，咱们回去好好吃一顿。看到他们的桌上那么多好吃的，搞得我也有点饿了。”话到此处，楚风便率先的向他居住的地方走去，心情大好，根本没有被先前的事情所影响。看着这样的楚风，南宫牙与南宫百合彼此互看一眼后，心中的愧疚也都减缓了不少。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竟有如此气度，遇到这种事竟然还能够如此想得开。此刻，在大皇子南宫天龙的领地内，众人还都在此处。孟兄，你这阵法似乎没有预想的厉害啊，怎么都没有伤到那楚风，就让他这样安然离开了？南宫天龙开口问道。此
此刻的他脸上也是有着些许不悦。大皇子，你放心，我那阵法，楚风怎么可能受得了？我敢保证，那楚风已经受了内伤，回去之后他将饱受痛苦，短时间内好不了，怕是修为也将受损。孟小言说道：若是这样，那便最好。南宫天龙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看着桌上的那杯茶，嘴角掀起了一抹微笑，将其端起说道：喝吧，那楚风道歉进的茶，岂能浪费？大哥说的对，喝。见状，南宫天虎、南宫天师、南宫天凤也都将茶杯端了起来。然而就在这时，那杯内的茶水竟忽然自茶杯掠出，随后如同瀑布一般爆炸开来，喷了南宫天龙等人一脸。因为那茶水产生了特殊变化之缘故，所以倾洒而出的绝对不只是一杯水那么简单，而是一大桶水那么多。再加上南宫天龙他们猝不及防，所以那茶水一滴不剩的全都溅在了他们的头上与身上。此刻，南宫天龙四兄妹以及孟小言都是不仅被喷成了落汤鸡，脸上、身上、头发上还尽是茶叶子，那叫一个狼狈，那叫一个丢人。这一刻，看着南宫天龙等五人，在场之人都惊呆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好端端的喝着茶，就变成这副熊样了？忽然间，南宫天龙将手中的茶杯捏成了粉碎，看着孟小言，怒气滔天的吼道：孟小言，你这是什么意思？不仅他怒了，南宫天虎、南宫天师、南宫天凤也都怒了。他们是什么人？可都是半地强者，寻常的水岂能溅到他们身上？这明显是特殊处理过的水，是一种阵法，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显然就是孟小言。毕竟只有他在那茶壶与茶杯上动过手脚。我这冤枉啊，不是我做的，若是我做的，岂会把自己也弄成这样？孟小言摊开双手，抹了抹身上的茶水与茶叶，一脸的冤屈。不是你又是谁？只有你碰过这茶杯。南宫天凤气的小脸通红，身为公主，她最在乎形象，可是此刻她的形象全都没了。可是我没理由害你们啊！孟小言此刻真是百口莫辩。不只是孟小言碰过这茶杯，那楚风也碰过。南宫天师说道：楚风没有碰过吧？他只是向茶杯倒了茶水，并没有用手碰过茶杯啊。南宫天凤说道：这就对了，茶杯根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茶水，肯定是那个楚风，肯定是他做的。南宫天虎说道：只是握了一下茶壶，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在茶水中动手脚，莫说是我们，就连师出白眉仙人的孟兄都察觉不到。难怪这楚风之前会说他进的茶可不是想喝就能喝的，原来他早就打算暗算我们。南宫天龙说道：对，他的确说过这话，真是该死，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竟敢在我们南宫地族之中撒野，他真是找死。听得此话，南宫天凤等人都坚信是楚风所为。事实上，不仅他们信了，就连孟小言也信了。可是此刻他的脸色却很是难看，因为这等于说他与楚风的这场结界之术博弈是他孟小言输了。然而就在他人气的咬牙切齿之际，南宫天龙却是忽然大笑起来，随后说道：楚风是吧？还真是有点意思，大哥，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任由您来发落。忽然南宫天虎站起身来，算了，毕竟是涟漪请来的客人，真的在族内动他怕是不行。南宫天龙摇了摇头：涟漪怎么了？一个死了丈夫和女儿的人罢了，他凭什么管我们的闲事？南宫天凤说道：有些事你不懂，涟漪不可怕，涟漪身后的人就可怕了。南宫天龙说道。听到这里，南宫天凤也是沉默了。不仅他沉默了，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也都沉默了。涟漪身后的人，他们的确招惹不起，莫说他们招惹不起，就连他们的父亲也不愿招惹，那怎么办？就这样放过他？南宫天师很是不甘心的问道：放过他？哼，怎么可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罢了，想要玩他，咱们可以慢慢玩，所以对付他倒也不急，我早晚会让他知道与我们作对是什么样的后果。南宫天龙话到此处，眼中闪过一抹阴险之色。在南宫地族之内，一座穿过云端的笔直山峰之上，有着一座宏伟的建筑，站在那建筑之上，能够俯视整个南宫地族，将这浩瀚的建筑群尽收眼底。此刻在这上面站着一名中年男子，他身穿南宫地族的服饰，散发着君临天下的气势。这位便是南宫地族的现任族长南宫北斗，一位3品5地级的强者。而此刻在他的身后还站着2名男子，那2人也都是南宫地族的人，并且都是5地强者，只不过与南宫北斗相比，他们却显得弱小了不少。毕竟他们只是1品5地，也许放在5之圣土，他们都是1等1的高手，如神一般的存在。可是在南宫北斗的身旁，他们却很是渺小。而这2个人分别叫做南宫化意与南宫荣生，是南宫北斗的2位心腹。眼下在南宫北斗的对面，则站着61位老者。这61位老者皆是身穿戒灵黄袍，其中60位的戒灵黄袍之上涌动着蛇形纹路，而为首的那一位戒灵黄袍之上则是涌动着龙纹。这位老者不仅是一位龙纹级黄袍戒灵师，还拥有着2品5地的修为，并且他长得也很有特色。明明是一头黑发，但却有着一双雪白的眉毛，他的白眉与众不同，非常的长，垂落而下，竟到达脚跟。显然他便是5之圣土威名赫赫的10仙之一白眉仙人。恭喜白眉兄，你终于突破了。南宫北斗笑着恭贺道：老夫能够突破到2品5地，还多亏了南宫族长的帮助。白眉仙人笑道：如今我们已是一家人，若是再这样客气，那也就太见外了。南宫北斗说道：这点南宫族长还请放心，我与我这群朋友虽然在这里只是挂名长老，但是也会尽心尽力的为南宫地族做事。白眉仙人承诺道：能得到白眉仙人与诸位戒灵师的帮助，此乃我南宫地族之幸。你们放心，你们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可能的满足你们。南宫北斗说道：族长大人，有一件事早有听闻，不知是真是假。忽然一位半地巅峰的蛇纹戒灵师问道：但说无妨。南宫北斗说道：
听闻南宫地族之中，地级血脉极为浓郁之辈，只要突破就会引起天地异象，一条金龙破掌空，甚是壮观，比天赐神体引起的异象还要壮观得多，不知是真是假。那位问道：天赐神体本就不如我地级血脉，此事自然是真的。南宫北斗颇为得意地回道：敢问族长大人，不知南宫地族之中，如今可有这样的人？那位继续问道：莫说我辈之人，单说小辈，我的子女皆有此能耐。南宫北斗回道：那可真是太好了，天赐神体引起的异象，倒也算见过几次，如今一直想见识一下地级血脉所引起的异象，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听得此话，那位显得很是兴奋，说起来，老夫也从未看到过地级血脉引起的异象，听你们一说，我也想看一看。白眉仙人也是笑道：仙人若是想看地级血脉引起的异象的话，怕也不难。据我所知，三皇子殿下已到了将要突破之日，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突破了。南宫北斗身后的那位一品武帝南宫画意说道。南宫画一不仅是南宫北斗的心腹之一，还一直负责保护三皇子南宫天师，可以说只要是三皇子出了南宫地族，他就如影随形。所以对于三皇子南宫天师的情况，南宫画一比南宫北斗这位父亲还要了解的多。画一，天师他真的快要突破了？南宫北斗问道。回族长大人，三皇子殿下是要突破了，不出1个月定会突破。南宫画一回道。既然白眉仙人想看的话，就不要再等了，让他今日就突破吧。南宫北斗说话之间，取出一颗金色的丹药，这金色的丹药一出，顿时一股浓郁的天地能量散发而出，并且仔细一看，那丹药之中竟还有着一条金龙在其中奔腾。此乃盘龙金丹，没有一丝狂暴的力量，但却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乃是修炼至宝。尤其对于拥有传承血脉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修炼神药。看到这盘龙金丹，南宫画意也是眼前一亮，替三皇子感到欣喜，随后赶忙接了过来，然后便身形一动，离开了此处，径直来到了大皇子南宫天龙的领地之中。画意叔叔，你怎么来了？此刻南宫家的众人，包括那位孟小妍，都还在这里。看到南宫画意来到此处，很是意外。大皇子，白眉仙人说想要看我南宫地族之人突破之时所引起的天地异象，而族长大人听说三皇子殿下快要突破，便赐下盘龙金丹1枚，想让三皇子立刻修炼，今日就突破屏障，也好让白眉仙人以及众位界灵师一饱眼福。南宫画意说话间，取出了盘龙金丹。三哥真是好福气，竟能得到父皇主动赏赐的盘龙金丹。要知道这盘龙金丹，我可求了好久，但父皇就是不给。看到那盘龙金丹，四公主南宫天凤羡慕得不得了，而连她都羡慕。这大殿内的其他南宫地族之人更是羡慕不已，都快要流出了口水。盘龙金丹如此之宝，连皇子与公主都不是想用就用，他们更是没机会了。原来是这样，天师把这个也一同服下。见状，南宫天龙也是取出一颗金色的丹药，递给了南宫天师。多谢大哥，大哥还真是疼爱我，嘿嘿。看到这颗丹药，南宫天师高兴的喜笑颜开。这颗丹药的价值可以说丝毫不比盘龙丹差，也是南宫地族的至宝。只要服下这颗丹药，在突破之时引起的天地异象便会异常的壮观且强大，而当那异象返回体内之后，传承血脉也将增强，是南宫地族无数人都渴望得到的宝贝。咱们是亲兄弟，就别这样见外了。去吧，好好修炼，争取今晚就突破。你也知道夜晚之时引起的金龙冲天最为壮观。南宫天龙拍了拍南宫天师的肩膀，虽说他对外人很是苛刻，可是对他的亲兄弟却是非常的疼爱。大哥放心，我定然不会给南宫家丢人的，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南宫家的强大了。南宫天师也是一脸的高兴，心机颇深的他知道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若是他表现得好，不仅会让白眉仙人大饱眼福，更是会得到他父亲的青睐。若是得到他父亲的青睐，他得到的资源也许会更多，比他的兄弟姐妹还多。所以他知道这是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一定要把握住。就这样，南宫天师拿着2颗贵重的丹药，便返回了自己的住所，准备现在就炼化2颗丹药，尝试突破到4品半地，并且他的计划是在天黑之后，天亮之前成功突破，引发天地异象，让白眉仙人等人大开眼界。毕竟就如南宫天龙所说，夜晚引起的异象最为壮观，所以南宫天师觉得唯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才能让他父亲对他青睐有加。而也不知道是谁嘴那么快，转眼间就将这件事情传开了。一时之间，很多南宫地族的人都放下手头的事情，选择好的位置，甚至准备酒菜、水果、点心等物品，如同看好戏一般，等待着南宫天师突破，想一起欣赏那金龙冲天的壮观景象。毕竟金龙冲天的异象也不是所有南宫地族的人都能够引发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场视觉盛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天已经黑了。当夜幕降临之际，人们也是越发的兴奋与期待。但是在楚风的居住的地方，却没人知道这个消息。南宫雅与南宫百合都为今日之事感到愧疚，所以一直陪着楚风，陪楚风饮酒聊天，以此来补偿楚风。直到天黑之时，他们才离开。而当南宫雅、南宫百合以及南宫茉莉离开之后，楚风则是取出了那个天地奇物。看着这个天地奇物，楚风的嘴角掀起一抹微笑。他先是将房门关好，随后布置了3重结界阵法。第1重结界阵法是防止有人从外闯入的，第2重结界阵法是隐藏结界，就算外人破开第1重结界，但是从外观看也看不到楚风，自然也就打扰不到楚风。至于第3重结界，这是楚风为了以防万一所布下的结界，而这道结界的作用是防止楚风引起的异象冲出此处，盘旋于天际的。楚风觉得只是炼化这个天地奇物，他应该不会突破，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布下了这重结界，因为他知道，若是他真的不小心突破了，那定会引起异象。而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南宫地族，若是他引起的异象被南宫地族发现，他们若不心生歹念，那也还好；若是他们心生歹念，楚风怕是离不开此处了。所以楚风才布置这道阵法，只要有这道阵法在，就算楚风引起了异象，异象也将被封于这个屋子之内，而只要外人见不到，那也就无关紧要了。准备妥当之后，楚风便盘坐下，开始炼化那天地奇物。这天地奇物蕴含的天地能量不是很多，但是换作寻常人来炼化，却也根本做不到。毕竟天地奇物与那南宫天师的盘龙金丹不同，盘龙金丹内的天地能量是纯净的无狂暴之力的，炼化它只会对身体有帮助，而不会伤害到身体。可是这天地奇物内的天地能量非常之狂暴，莫说是寻常人，就连武帝也是不敢炼化它。但是楚风却敢，楚风不仅敢，并且炼化的速度还非常之快。眨眼之间，那天地奇物内的天地能量已是被楚风尽数炼化，就如同楚风所意料一般。将这天地奇物炼化之后，楚风的丹田内的力量已是积攒得很足，但却未能突破。贪吃的家伙们就不能少吃一点吗？楚风睁开双眼，无奈叹息一声。虽然神雷觉醒的前期，他体验到了修为进步神速的快感，但是现在他体验到的却是修为想要提升一步是无比困难的郁闷这种感觉。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目光一闪，眼前一亮，随后赶忙再度闭上双眼，闭目修炼起来。楚风他感受到了一丝契机，那竟然是突破的契机。这与之前修炼完全不同。之前的楚风修炼，只要炼化足够的天地能量，将丹田内的神雷喂饱，自然而然的便会突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契机。但这一次却不同，楚风感受到了契机。最重要的是，楚风若是能够抓住这个契机，就能够一举突破。哪怕明明体内的天地能量还没有达到突破的要求，但是楚风也可以。这丝突破契机来得快，走得也快，寻常人根本就抓不住，更领悟不到。但是以楚风的悟性，轻而易举的就抓住了这道契机，并且瞬间领悟，一举突破。刹那间，一声怒吼猛然传开，随后当楚风衣袍舞动之间，一道橙色的雷电便自体内窜出，想要破空而去。不过他刚刚离开楚风的体内，便被楚风所布置的那重结界阻挡，弹了回来。随后他便如同一头被困的野兽一般，四处逃窜，想要重开结界，离开此处。在此之后，又连续有5道雷电自楚风的体内涌出，但却如同那橙色的雷电一样，皆被那重结界阻拦。楚风知道，橙、紫、红、黑、蓝、金，总共6种颜色的雷电，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雷电，而是6指雷霆巨兽。只不过因为此处空间太小，他们无法展示真身罢了。虽然他们无法展示真身，但楚风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那毁天灭地气息，以及无视天地万物的气势。还好这结界管用，否则若是让你们跑了出去，那还料的。楚风嘿嘿一笑，哪怕连他自己此刻都忍不住为自己赞叹一声。若不是他事先为了以防万一布置了这道结界，怕是此刻已经酿下大祸了。毕竟若是让这6道雷霆巨兽跑出去，在南宫地族的上空奔跑一圈，那定然是要引起动乱的。而楚风最清楚的是，他拥有的也是传承血脉，并且是能够压制地级血脉的传承血脉，所以他这6指雷霆巨兽若是出去，那可就不是在视觉上对南宫地族造成冲击，在灵魂深处也会对南宫地族造成压迫。怕是到时候南宫地族会视楚风为威胁，那可就不是小辈之间的纷争，而是真的要大祸临头了。还别说，这种感觉还真好。眼见着6指雷霆巨兽此刻只能在自己布置的结界阵法内挣扎，但却根本无法撼动那结界。楚风倒是有着一种已经将他们掌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让楚风感觉很是舒服，并且他也很是期待着这6指雷霆巨兽回到他的体内，融入他的血液之中。那个时候，楚风的修为不仅将正式踏入半地境，真正的成为一位半地强者，初步的掌握地级武力。楚风还非常期待，当这6只雷霆巨兽进入体内之后，楚风又会得到怎样的新手段，能与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媲美的手段。若是真的能获得新的手段，那么他的修为是否能再进一步？虽是一品半地，但却能够在雷霆铠甲、雷霆羽翼以及那未知手段的帮助下，瞬息成为4品半地。想到此处，楚风脸上的期待之色越发浓郁了。若是能够如他所想，那也就代表着楚风将变得更强。随后，楚风竟忽然躺在地上，双手枕着头，欣赏起那四下奔腾想要冲出结界的6色雷电。此番模样，那叫一个悠哉！让本女王出去，本女王也要看。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也是微微一笑，随后意念一动，便将界灵大门打开。而女王大人更是夸张，竟然不像以往一样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出，而是直接跳了出来。这可以看出她是多么的心急了，终于近距离的看到你这传承血脉了，这感觉还真是不得了啊！淡淡出来后，一双美丽的眼眸眨巴的都快闪闪发光了。看到楚风的传承血脉，她比楚风还激动得多，就像是一个贪玩的小丫头，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四下的奔跑，竟然去抓那6只雷霆巨兽。别看6指雷霆巨兽的威势很是恐怖，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实际性的力量。如若不然，楚风这重结界怎么可能挡得住他们？毕竟他们真正的力量可是能够真正毁天灭地的。说的简单一点，他们虽是神类，但却非真正的神类，更像是虚影，所以自然而然的，他们也就伤不到女王大人。楚风，你能不能把这结界打开？忽然，女王大人问道。干嘛？楚风问道。我真想让他们冲出去，然后再看一看南宫地族的家伙们看到你这传承血脉后会是什么样的脸色。说到这里，淡淡开始闭上双眼，那颤动的睫毛
仿佛在告诉楚风，他已经在想象那一幕若是真的到来，南宫地族之人的脸色会是怎样的。我的女王大人，你是想害死我吗？楚风无奈地说道。哈哈，开个玩笑罢了，瞧把你吓的，胆小鬼！女王忽然睁开双眼，一蹦一跳的来到楚风近前，竟探出玉手，对着楚风的脑门狠狠地弹了一下。而面对着调皮的女王大人，楚风不但不厌烦，反而很是喜爱，拍了拍自己身旁的，说道：来，一起躺下看。我才不要，本女王如此高贵，怎能像你一样卑微，躺在这脏兮兮的地上。女王大人不仅傲娇地撅起了小嘴，还调皮地掐住了小腰。楚风手掌一挥，一层灿灿的结界便化作一条金色的毯子，宛如食物一般铺在了楚风身旁的地上。我的女王大人，请吧。楚风说道。这还差不多。见状，淡淡这才满意的一笑，随后便躺在了楚风的身旁，与楚风同样的姿势，同样双手抱头的观看起那6条神雷。甚至他比楚风还夸张，竟然还翘起了2郎腿，那叫一个自在。淡淡，这6色神雷，你最喜欢哪个颜色？楚风问道。黑色的。淡淡毫不犹豫地回道。为什么？楚风有些不解，女孩子一般都喜欢鲜艳的颜色，而这黑色显然与鲜艳不沾边啊。他的女王大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因为黑色有邪气，和本女王很像。淡淡甜甜一笑，随后问道：你呢？你最喜欢哪个？我呀，我也最喜欢黑色。楚风说道。为什么啊？女王大人问道。楚风也不回答，如同的猛然起身，追上那黑色雷霆，一脸享受的抚摸起来。那个模样根本不像是抚摸雷霆，而像是抚摸一个美丽的女子。抚摸了好几下，直到那黑色雷霆跑开之后，楚风才一脸坏笑的说道：因为有邪气，像你，可恶，真是胆子肥了，敢占本女王便宜。女王大人反应过来，意念一动，磅礴的修罗力量便自体内散发而出。女王大人，我错了。结界之内瞬息传来楚风求饶的声音。楚风闭关于屋内，却不知外面的变化。此刻南宫天师已然成功突破，并且当他突破之际，一条金龙也是自他闭关之所冲天起，来到了天际之上。那金龙一出，整个夜空都是被点亮，金芒万丈，宛如明日出现，格外的耀眼。此金龙不仅巨大，更是散发出强大的威势。它奔走于天际之上，散发着藐视众生的气势，令人敬畏。出现了，终于出现了！我南宫地族的地级血脉，金龙冲天。这一刻，整个南宫地族都激动无比，看到那耀眼的金龙，他们的血液都随之沸腾。毕竟那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地级血脉，那是他们自认为比天赐神体还要强大的传承血脉。南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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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知是谁起的头，开始呼喊起南宫家的姓氏。但毋庸置疑的是，当第一个人开口之后，越来越多的南宫地族之人开始呼喊。一时之间，南宫2个字响彻于整个南宫地族。然而，就在南宫地族之人为那金龙冲天的景象而欢呼雀跃、高声呐喊之际，楚风却也陷入了苦恼之中。淡淡有些不对，楚风盯着那6道奔腾的雷电，眉头紧皱。怎么了？你是说外面那群南宫家的狗乱喊乱叫，有事发生吗？淡淡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以为楚风担心的是这件事，不是这6条神雷不太对劲。就算是异象，他们要离开我的身体，但他们也不应该徘徊这么久。按理来说，早该回到我的体内才是。可是我感觉他们不但没有回到我体内的意思，反而想要冲出这结界的欲望更加强烈了。楚风说道。还真是，先前的他们似乎已经渐渐开始平静了，可是自从南宫家的人开始乱喊乱叫之后，他们便开始变得更加兴奋，甚至狂暴起来。难道说是南宫家的人乱喊乱叫，惹怒了他们？听楚风这样一说，淡淡也是发现了不对。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动用天眼向外观看，而当他看到盘旋于天际的金龙之后，顿时脸色大变，说道：糟了，怎么了？淡淡不在楚风体内，不能与楚风感同身受，不知道楚风看到了什么。外面有条金龙，散发着地级血脉之力，想必是有南宫地族之人突破，引发了天地异象，才使得这金龙现身。而我这血脉力量要在金龙之上，想必我这血脉见不得比他弱小的存在，在外面耀武扬威，而他们却被关在此处，所以才动怒了。我若没有猜错，他们是要出去收拾那条金龙。楚风说道。不是吧？那样可真就糟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赶紧回到你的体内？淡淡问道。然而就在这时，那6条神雷一同发出刺耳的怒吼，随后不仅散发出极为强大的气息，更是开始疯狂的冲击楚风所布置的结界。在这般疯狂的冲撞之下，先前还能以绝对的力量束缚住6条神雷的结界，此刻竟然开始左摇右晃，大有被迫之势。眼见不妙，楚风便赶忙双手落于结界之上，源源不断的输送自己的结界之力，想要增强结界阵法的力量。可是不曾想，随着结界变强，那6条神雷的力量也是变得越发强大，并且对结界的冲击也是越发的疯狂。眼见着结界将要被破，楚风脸色苍白，知道就要大事不妙的他脱口说道：这下真是糟了。对于楚风那里的变化，南宫地族的人可不知晓，在南宫地族内那山峰之巅的建筑之上，南宫地族族长以及白眉仙人等人都还站在此处，而以他们的位置，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那耀眼的金龙在云上云下来回穿梭。终于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异象，金龙冲天。无论是白眉仙人还是其他界灵师，都是眉开眼笑，很是高兴。果然够壮观，果然够震撼，此等异象简直是我平生见过最为壮观的。此刻不少界灵师都在不断的夸赞着异象的强弱，也往往代表着力量的强弱。此等异象也的确是我平生见过最为强悍的。南宫地族的地级血脉果然力傲的，依我看，就如南宫族长所说，天赐神体就算再强，得到上天的眷顾，但却也无法与你南宫地族这地级血脉相比。南宫地族拥有此等传承血脉，
不做人族最强，真是没有天理啊！就连白眉仙人也是开口盛赞，哈哈，不急不急，有白眉兄来助我南宫地族还怕难以崛起吗？听得白眉仙人的话后，那南宫北斗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而从他这番话中也能够听出，他也是不甘在三府之下与其他三族平起平坐，他是具有一定野心的，而他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人族最强。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怒吼自下方响起，那个声音响起之际，整个天地都是剧烈一颤，比先前金龙的怒吼要恐怖得多。此刻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目光投向南宫北斗，问道：族长大人，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今日还有人突破？可是此刻的南宫北斗却是眉头紧皱起来。对于南宫地族的传承血脉，他最为了解。尽管那声怒吼与龙吼极像，但是他却知道那绝非是他南宫地族的异象金龙，怕是有其他东西混了进来。然而就在这时，那怒吼再度响起，这一次不只是一声，而是连续6道怒吼一同响起。当那怒吼响起的同时，6指雷芒闪烁的雷霆巨兽也是冲天起，来到了云霄之上。那是什么？看到那6指雷霆巨兽之后，白眉仙人等人都是慌了。那6指雷霆巨兽实在太巨大了，可以说每一只都比那条金龙要大得多。虽然形态变化不定，但却也是凶神恶煞，异常的吓人。若只是长得巨大，外表吓人，那还好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散发的气息，哪怕白眉仙人都是极为的不安。在这6只雷霆巨兽的面前，他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2个字便可形容：渺小。他在这雷霆巨兽的面前非常的渺小，不管他是武帝也好，还是龙纹极界灵士也好，他都知道这雷霆巨兽比他要可怕得多，他平生都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存在。而连白眉仙人等外人都感受到了这雷霆巨兽的可怕，南宫地族之人就更别提了。当那6指雷霆巨兽出现的一刹那，他们顿时就灵魂一颤，尤其是丹田之内的传承血脉更是开始瑟瑟发抖，甚至许多修为低下者连身体都开始剧烈的颤抖，一些年幼的孩子们更是嚎啕大哭，被吓得不轻。这让南宫地族之人越发的不安，因为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感觉。但是他们几乎都能够确定，这种感觉是因那6只雷霆巨兽而起。我们的金龙怎么不动了？此时有人注意到，那先前还怒吼连连、穿梭于云端、彰显神威的金龙，此刻竟躲在云下一动不动，尽显怯懦之容。甚至若仔细观看，那金龙竟然在瑟瑟发抖，宛如被惊吓到了一般。忽然，其中一只黑色的雷霆巨兽对那条金龙怒吼一声，而在这声怒吼之后，那条瑟瑟发抖的金龙更是宛如老鼠见到猫一般，身子一转，以极快的速度跃入了那南宫天师所在的宫殿之中，回到了南宫天师的体内。见到这一幕，南宫地族之人更是无语，什么情况？他们引以为傲的金龙竟然被那雷霆巨兽吓成了这副模样，直接逃走了。先前一幕让南宫地族之人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都有相同的心情，那便是自尊受挫。然而在吓退金龙之后，那只黑色的雷霆巨兽却忽然冲天而起。与此同时，其他5指雷霆巨兽也皆是冲天而起，他们没有像那条金龙一样徘徊于天际之上、云海之巅，而是掠入了9天星河之中，就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屑于留在此处的天际。他们的舞台乃是天外，震惊，难以形容的震惊。尽管所有南宫地族之人都被那6指雷霆巨兽吓得不轻，可是他们还是忍不住观望天空，看着那雷霆巨兽奔腾。6指雷霆巨兽在天际奔腾好久，才飞落而下，回到了楚风所在的领地之中。虽然天际恢复了平静，可是南宫地族之人的心情却如同翻腾江河，无法平静。族长大人，南宫画意与南宫荣生一同看向了南宫北斗，此刻的他们的眼中散发着浓浓的不安。去调查一下是何人所为。南宫北斗说道。是。南宫画意与南宫荣生2位武帝一同动身，向楚风所在的领地掠去。南宫族长，刚刚那一象似乎不是你这族人引起的。白眉仙人也发现了不对，南宫地族的异象是金龙，真正的金龙由金光所铸，但是先前的雷霆巨兽不仅由6种颜色的雷霆所化，且更像是真正的猛兽，杀气之强远非那金龙可比。如果硬是要说的话，那雷霆巨兽是比龙还要可怕的存在，这绝对不是猜测。从那黑色的雷霆巨兽一吼之下便吓走金龙，便看得出来，的确不是我之族人。南宫北斗说道。恕我直言，不管先前那异象是什么，但似乎他有点克制你南宫地族的传承血脉，一吼惊走金龙，这应该不是巧合。白眉仙人说道。听得此话，南宫北斗没有说话，虽然他的面容很是平静，但是他的眼中却变得复杂起来，隐隐杀意闪烁其中。没过多久，南宫画意与南宫荣生便回来了，说道。回族长大人，那是一个外来之人，名叫楚风，9品武王的修为。前些时日练兵仙人举办的练兵大会，便是此子拔的头筹。虽然此子修为不高，但结界之术很是利奥的，今日他与白眉仙人之弟子切磋结界之术，也是略胜一筹。你是说小妍与那楚风切磋过结界之术，并且还败了？听得此话，白眉仙人有些不太高兴。的确如此，我绝非是胡言乱语。南宫画意说道。他是怎么来到我南宫地族之中的？他到底是何来路？怎会引发此等异象？南宫北斗连续追问道。是南宫莲将他邀请来的，至于此子是何来路，我们也不清楚。2人一同回道。去把南宫莲给我叫来。南宫北斗说道。遵命。见状，2人赶忙离去。没过多时，2人又回来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多了一个人，此人正是涟漪。此刻涟漪的脸色很不好看，他也见到了先前的一幕，他也感受到了6指雷霆巨兽所散发出的威势，所以他非常清楚楚风这是惹下了大祸。莲妹，先前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到了吧？那种感觉你也应该有吧？
南宫北斗问道。有。涟漪点了点头。听说那楚风是你请来的，你可知道他是何来历？而你为何又要请这样的人来我南宫地族？南宫北斗问道。他的语气倒还算平静。族长大人，楚风是何来历我不清楚，我们乃是在仙人岛内遇到的。他不仅救过百合、茉莉他们的命，还救过我的命，我感恩于他，才将他请到我南宫地族中来做客。涟漪说道。你说什么？他救过你的命？你说一个九品武王救过你的命？听得此话，南宫北斗的眼中闪过了怀疑。他真的救过我的命？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当日……好了，你不必说了，既然先前的一切你都看到了，你也应该知道此子对我南宫地族有威胁。既然人是你带来的，就由你来处理掉吧。南宫北斗的话语虽然说的简单，但却以下杀心。族长大人，万万不可呀！此子真的对我有恩，我们怎么能对恩人下毒手？这一刻，涟漪彻底慌了。他想不到南宫北斗会如此的果断。恩情重要，还是我南宫地族的存亡重要？南宫北斗质问道。族长大人，楚风真的不能杀？虽然楚风是何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楚风来头绝对不容小觑。当日我在天道拍卖场遇到了铁恶人，本想杀他，但却不是他的对手。关键之际，一位高手暗中出手相助，将铁恶人逼退，才让我们逃过一劫。而那位高手虽然没有露面，但我却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强横，他的修为怕是不在族长之下。最重要的是，他是因楚风才出手，他是负责保护楚风的人。涟漪见谈恩情无效，只得将楚风身后的人抬出来。你是说还有与我同等修为的人在暗中保护着楚风？果不其然，听得此话后，南宫北斗的目光也是再度变化。的确如此，此事我不敢骗族长大人。当日南宫雅、南宫百合、南宫茉莉也都亲眼见到了，你若不信，可以去问他们。涟漪说道。这一刻，南宫北斗沉默了，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整个五之圣土的三品武帝都是术得过来的，而那位既是楚风的前辈，想必应该是人类。人类势力之中拥有三品武帝的，除了四族之外，便是三符。楚风先前展示的力量根本就不是地级血脉，所以便排除了楚风是四族之人。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楚风是三府之人，要么楚风是某位隐士的真传弟子。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不容小觑，怕是不能轻易的动楚风了。族长大人，先前的一切我都看到了，但是我想，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是错觉？要知道，楚风只是一个九品武王，他根本就成不了我南宫地族的威胁。再者说，楚风为了帮我们，能够以身犯险，并且还来到我南宫地族做客，他就算有着逆天的潜力，也是我南宫地族之福啊。毕竟他日后就算成为一代超级强者，那以他与南宫崖以及百合和茉莉的关系，也定然是要站在我南宫地族这边的。涟漪见先前的话语有效，又赶忙说了几句软话，想方设法让南宫北斗放过楚风。你能够确定，以那楚风品行端正，日后若有所成，不会对我南宫地族出手？南宫北斗问道。虽然相处时日不多，但却一起经历了很多，在生死关头之时，楚风都能舍身取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我相信他绝对是可以信任之人。我确定楚风日后就算有所成，也绝对不会与我南宫地族为敌，而会成为我南宫地族的助力。涟漪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既然连妹你都此番保证了，那我便不再追究，你回去吧。南宫北斗说道。是。见状，涟漪便准备离去。对了，来者是客，让楚风多住几天，别急着走。忽然，南宫北斗补充道。听得此话，涟漪眉头微微一皱，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就此离去。族长大人，此子万万不能留啊！然而，涟漪刚走，那南宫画意与南宫荣生便开口说道。为何这么说？南宫北斗问道。此子今日与4位皇子公主已经发生了不愉快，怕是已经记仇于心中。若是放任他离开，怕是日后他定要与我南宫地族作对，咱们不能放虎归山。南宫画意说道。竟有此事？南宫北斗显然没有料到，1日时间竟发生这么多事情，确有其事，属下不敢骗族长大人。南宫画意说道。白眉兄，此事你怎么看？南宫北斗问道。此子的天赐神体的确与众不同，甚至都不能确定他那股力量是不是天赐神体。总之他很是特殊，但这也并不代表他真的就实力超群，也有可能是虚张声势。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实验。白眉仙人说道。实验？什么实验？南宫北斗问道。南宫族长，不是刚得到了失传已久的5大秘籍之一水仙奥义书吗？反正你也是准备将这水仙奥义书传给几位皇子和公主的，不如明日就开始传授吧。传授之时，将那楚风也叫着。白眉仙人说道。你的意思是用水仙奥义术来试探楚风的潜力？南宫北斗明白了白眉仙人的意思。没错，水仙奥义术贵为5之圣土5大最强秘籍之一，他选择主人的时候，自然会选择极强之辈。历经历史以来，成为他主人的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角色。明日让楚风与3位皇子以及公主殿下一同与那水仙奥义术碰面。若是水仙奥义术选择了皇子或者公主殿下，那说明这楚风不足为惧，他只是虚张声势之辈罢了，饶他一命也是无妨。但假如那水仙奥义术选择了楚风，那便说明此子的潜力是真的很强。无论如何，不能放他离开，必须铲除后患，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了他。白眉仙人说道。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听得此话后，南宫北斗也是点了点头。可是仙人，若是那水仙奥义术选择了楚风，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样一个厉害的秘籍？毕竟族长大人为利奥得到这秘籍，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南宫画意有些担忧。哈哈，这你就多虑了。如果水仙奥义术真的选择了楚风，那么楚风必死无疑。只要将楚风杀了，水仙奥义术将重获自由，又何来浪费一说？白眉仙人哈哈一笑，眉宇之间尽显阴狠之色。好，就这样定了。画一、荣生，你们2个去负责安排一下。不过这件事
不能只限于楚风和我的孩子。明日把你们的子女以及我南宫地族所有优秀的小辈全都叫过去，刚好也能趁着这水仙奥义术试一试，我南宫地族之中是否还有着比我那几个孩子天赋更强之辈。若是有，也理当培养才是。毕竟南宫地族要壮大，我不能只培养自己的孩子，而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南宫北斗说道。南宫族长真是深明大义。白眉仙人等人阿谀奉承道。对于南宫北斗等人的议论，楚风可不知晓。此刻那6只雷霆巨兽已经回到了楚风的体内，楚风的气息已经达到了1品半地，但是楚风却有些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真是闯下大祸了。虽然他在房间之内，但是动用天眼，之前外面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霸道的黑色雷霆巨兽虽然没有直接对金龙出手，但只是一声怒吼就把南宫地族的金龙吓得抱头鼠窜。若只是这样，那也还好。最重要的是，当那一幕发生时，楚风看到了南宫地族众人那副嘴脸，可真是吓得不轻。显然他们知道那一切是楚风所为后，都会视楚风为威胁的。楚风，要不然我们现在就逃吧。淡淡说道。逃不掉的。楚风说道。找那个南宫莲啊，他把你带进来，就应该把你带出去。淡淡说道。这个时候涟漪也应该被找去谈话了吧。楚风淡然一笑，虽然没有目睹一切，但他也能够猜出一些。那现在怎么办？坐以待毙，在这等死啊？淡淡问道。就看南宫地族的族长是否是明智之人了。他若心胸宽广，定然不会难为于我一个小辈，但若他是小肚鸡肠之辈，怕我定然是要遭殃的。不过这样也好，能够看清南宫地族的族长是个什么的人，这倒也是个机会。不过想必他们不知道，我楚风虽是小辈，但也不是软柿子，不是他们想捏就能捏的。楚风淡然一笑，看来你是准备在这南宫地族之内放出那个家伙了。若是把他放出来，你若成功控制他，倒也还好；若是不能成功控制，怕是南宫地族要倒大霉啊。淡淡说道。若是他们不仁，就休怪我楚风不义。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也是闪过一抹狠色。